我问你，那些 NH 技术让你偷卖，怎么会到白寒的手上？啊！我真不知道是他。他出价最高，又不要求验货，就让我把东西放到烂尾的垃圾桶里。我觉得挺懂行的，我就卖给他了。我用厂里的手机联系了他，放心可查不到的。现在上头让我查是谁泄露了 NH7，我他妈查我自己呢，还是把你交出去？喂，铁心哥，离我们说好的还差1天 ，AH7 到底怎么丢失的？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哥，我已经锁定在3个人之中。哥，如果24小时之后我看不见人，那么那个偷东西的贼就只能是你了。好的，哥，明白。说，我知道，是你拿了我们厂的 AH7。现在上面让我查，我得有个交代。我们见一面吧。好啊。在哪？我发你地址。哎呀，我们呢？终于见面了。真是自己来的呀？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见你的。哼，什么诚意啊？这不是想钓些鱼送给你，可是这永安村的河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永安村的河里啊，有河神，专收坏人的，多怕把你给收了呀！想收我的人多了，他得排队。那就我来试试。别！我真的是想跟你们合作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啊！接着说。那个铁心是你们的仇人，他也把我逼得要死，在他眼里我就是条狗。如果你能把他杀了，我就能上位了。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啊？我要的不多，就你们那果干礼盒1车。没问题。当面交易。好，你等我电话。
哎，铁心啊，不好对付。我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你们也是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人手够吗？这个你就别操心了。不操心。廖思远，能不能拜托你件事？你说。等案子结束，去帮我妈点盏河灯吧，许个愿，希望她以后千万别再受苦了。好。是我没有活吗？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太叔那事儿不是你的错，毕竟你当时还是孩子，别太自责了。爸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你这算是正当防卫。你进去之后，我帮你去请最好的律师，你肯定很快就能出来的。谢谢。真想回到小时候。回到我们一起跟在你哥屁股后面玩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得学着自己去面对。你一定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
你和你哥一样，都很优秀。可惜了，你们要是能早点回来就好了。子月，他才跟我们一样大，也太可怜了。臭小子，干嘛呢？想起给妈打电话了？哎呀，过2天就回去了。那个，梅花姐，我找你帮个忙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靠谱的养老院啊？养老院？你嫌我老了，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？不是，是永安村的云阿婆，你还记得吗？等一下啊！云阿婆，怎么了？记得呀，就是那个瞎了眼睛的阿婆呀。他2个儿子都出了事儿，他年纪也大了，眼睛看不见。我想着帮忙找一个靠谱的养老院。出什么事啦？一言难尽，我回去再跟你说吧。嗯，好啊。那臭小子，养老院的事情呢，我帮你打听打听啊。你在那边乖乖的，快点回来，等我消息。AH7不是杰恩的致死原因，我查过他的体检报告，没有其他基础病啊。行，那我们回头再联系吧。哎，思远，你在这儿等我，结束了之后我们一起回布河。纳瓦射死了杰恩，那是因为杰恩试图强暴克星，而纳瓦临时赶到，用弩箭射杀了杰恩。杰恩在死的时候，脸上也出现了标志性的死亡微笑。但既然他体内的 AH7的含量不足以致死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喝完酒之后才吸食了 AH7，然后咽喉突然被射穿，瞬间失去意识，定格了死亡微笑。可是还有一些不合理。杰恩那天晚上喝酒、吸毒，然后去找克星，又被纳瓦射杀。这一系列突发事件都不在纳瓦的计划当中。可是事发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就能想到用水底浮漂制造河神杀人的假象，并且伪造现场。这可能吗？很明显啊，有人在帮他。而这种手法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识了。从莱拉案、努纳案，一次又一次假他人之手制造各种离奇的死亡现场，而且还利用人们对于鬼神的畏惧，亲手造出了河神，混淆视线。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白涵，是的，他肯定来了，而且是在水灯节的前夕。既然布河警方特批你参与案件，那你就看吧，看完了叫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进村唯一的道路。
是白涵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是谁？刘海迅，不合适的商人，也是杰恩家果干工厂的实际控股人。原来是真正的大老板。白涵跟他在这见面，该不是要跟他买果干吧？是，你赶紧让夏夏检测一下果干工厂的废水。工厂废水？你记得我们之前说过，河水的味道变得不一样了。这和我记忆中的永安村不一样了，什么都变了，连河里的味道也变了，一股子怪味儿。废水中的甲基苯丙胺超标，可以确定是生产 AH7的时候留下来的。现在事态比较严重，我得给局里打个电话汇报一下。果然是用工厂做伪装，实际上偷偷生产毒品，然后以果干的销售渠道进行运输分销。刘海迅和白涵见面，一定是为了 AH7。按照以往的经验 ，AH7在他那里只有一个作用，就是杀人。看来照片上的第4个人就要出现了。咱们得尽快找到白涵，问他要那个人的线索。挺简单的，我们只要跟着霍走，就能看到本人。辛苦啊，凉席一些。徐哥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盯着呢。今晚这批货呀，得找2个靠谱的人算。行，我马上去找啊。哎，还找什么呀？我看那2个人就很靠谱。哎，不去了。好了。上个月刚来的新员工，看着就呆头呆脑的，正好。哎，把抚恤金准备好。明白。来。总之，大宗毒品交易务必要抓到双方交易人。树河，这次行动全权由你指挥。需要支援，随时给我电话。是。干活了。是。滬河警方下达了紧急支援部署，大队即刻出发，半夜就到。这事儿太危险了，千万不要擅自行动，交给警方。我刚随便搜了一下刘海迅，他是突然之间一夜成了大老板，我觉得他背后应该还有人。那他发迹之前是做什么的呢？KTV 保安。这么实在，直接就把自己以前的经历放在网上。他倒是完全一点都不避讳，挺爱宣传自己是个草根出身的。这很奇怪，如果刘海迅是靠贩毒发迹的话，他的生意又这么隐秘，那为什么他要跟白涵这样的疯子去做交易呢？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说白了，
白涵也是个亡命之徒，想要从刘海勋那边搞点毒品，他不敢不给吧？来了。果然想趁着天黑交易出货，也不知道树火他们到了没。我们得小心点。先跟上他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白涵。 放心，不会让你这身货真丢了的，啊！交代咱们的人，货马上到了，待会儿白涵的人一旦出现，全都给我打死。放心吧，哥，都安排好了。嗯。 我联系不上他，我车钥匙也不见了，这小子肯定又背着我擅自行动了。我们跟去看一下吧，我担心他有危险。走。后面来一辆冷藏车，先让他过去吧。 是要干什么？糟了，卡住了！不要再过去了。他是照片上最后一个人了，宋文疯了，鲁娜、太叔都死了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后面有车跟我了。做了的。 别
立刻封锁现场。副总人士，快！副总支持！姐，别动！我姐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但也得休养一段时间了。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意思？我又犯什么罪了？你说呢？我看见了那个人，照片上第4个人。我想追上去看清楚，我记不起来了。看看这个，或许能想起点什么。怎么会这样？哥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是我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你这么做，我姐会受伤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
你在问这个？没事的，我心里有数，车速、风速还有子弹的速度我都算好了，不会造成什么重大伤亡的。而且夏夏他是受过，可他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只是皮肉伤而已，隔天就好了呀。你怎么还可以说的这么轻巧？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你是最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。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你真的什么都忘了？我一直叫你不要冲动，不要追上去，是谁一直要追呢？啊，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？夏长会那个样子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被抬上救护车的人就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我就是死了，我也不会像你这么干。你就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混蛋，你脑子里永远只想着你自己。要虽然我告诉你，没有我，你根本活不到今天。怎么样啊，边医生？跟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，这是我查到的最新的关于 DID 的论文。这里面详细的描述了 DID 的特征是存在至少2种不同的人格状态，以及反复出现的分离性失忆症，并且每一个分离的身份都有自己的记忆、偏好以及行为模式。廖思远之所以表现得像丧失了一部分记忆，那正是因为他的第2人格暂时取得了身体的控制权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亲眼看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是啊，不可思议。我记得之前查这个 DID 的时候，上面说 DID 的几种人格互相切换，是有某种触发机制的。以我们对廖思远的观察来看，他的触发机制就是第2人格对第1人格无条件的保护。我说的对吗？对，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的求生本能，不代表任何的情感上的倾向。我明白，他不是自主的，所以不管是他的第1人格还是第2人格，我都不会怪他。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，这篇文章中还提到，伴随 DID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会产生自杀的想法和倾向，以及自我毁灭的行为。临床数据显示，大概有62%到71%的 DID 患者试图过自杀。所以我们此时还应该庆幸，到今天为止，他还处于一种自我保护阶段。但是如果长此以往，如果对病情没有加以控制的话，他可能就不仅是伤人了，还有可能会自毁，那就相当危险了。我宁可受伤的是我自己，不，别说受伤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保护我姐的。我要怎么才能带他回家？这次动静闹得有点大。首先，我们得确认，他的确是在无法辨别或者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，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。其次，他必须表达出高度配合治疗的主观意识，这样才有可能从轻处罚，不然很难回家。配合治疗的前提是得承认自己有病，也就是让他承认廖志白已经死了。目前这个情况，他能承认吗？我试试吧。我太天真，明明是你太冷酷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姐知道是你，这是谁说话呢？
视频看完了？看完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没什么，我不记得了，撞到脑袋了。撞到脑袋了？是撞到脑袋了，还是那根本就不是你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行，只要你确认是自己，你将面临妨碍公共安全、故意伤害等多项违法行为的处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那是自己吗？我确定。那这个呢？这也是你吗？我查了你借阅的书籍，《基本演绎法》《犯罪心理画像》《刑事侦查学》，只靠看书就能有现在这样的水平。不得不说，你真的很有天赋。笑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这些都是你那个看不见的廖志白哥哥教给你的？你看了，根本不是，都是你自学的。其实你病不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压根儿不在乎。但你要是继续放任它的存在，让它伤害到别人，我就不得不管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你和我哥也是4年同学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你看，他就站在你后面，就站在那儿。他和你一样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刚才话还蛮多的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看他表情，一脸悲伤，一脸仓皇，好像在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给他一个结果，给他一个审判。哥，你干嘛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刚进来前，我跟他在吵架。我因为他做的事情，我很生气，我非常不爽。但是我现在只要一看见他，我就只想走过去拍拍他肩膀，和他说：“哥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你先冷静一点。医生都跟我们说了，像你这种病呢，根本没有对症的治疗方案，只能心理治疗。所以你的意愿非常重要。你听话好不好？只要你配合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要我怎么配合？杀了他，在我的意识中杀了他，让他再死一次。柳志白死了，10年前就死了，根本没有再死一次。闭嘴！
所有关于他的一切，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幻觉。哎，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看到鬼吧？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我不管他是人是鬼，我不在乎。我只知道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是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他陪着我，鼓励我。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就活不下去了。我只是想让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这有错吗？这是我唯一能够见到他的方式。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说我有病？啊！小径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未曾改，被掩埋，被遗忘。月琴之上，还温热的声，再次被